當無人機飛向高空，無意間發現，在湖南的山谷中，一棟房子闖入了我們的視野。山谷中的羊腸小道四通八達，沿着水庫旁的一條碎石路直達山谷。這裡曾經是熱鬧非凡的古村落，但是如今只有一棟房子獨守在這個山谷裡面。到底是什麼人仍然願意堅守在山谷裡面呢？這裡發生了什麼樣的故事？讓我們一起去看看吧。走遍湖湘大地，領略風土人情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天福。今天我又來到了湖南的一座山谷之中。在我身後是一個人工修建的一個水庫。剛剛我們在這個水庫的附近用無人機飛了一下，發現在這個山谷之中有一座房屋，但是呢我們不知道裡面是否還有人居住，所以呢我们現在就打算進去看一看。剛剛我們本來是可以從山谷的另外一頭直接繞到那個房子裡去的，只有2公里的路程，但是在我們去的路上遇到了施工，禁止通行了，所以呢我們只能多繞了30公里才繞到這個地方來。在我們繞到這個地方的时候，發現這條路也並不是特別好走。大家看，我張開雙臂就只有這麼寬，只能容一車通行。要是遇到一輛摩托車都無法讓行。那麼我們現在廢話也不多說，就走進那個山谷裡去看看那個房子吧。這裡是山谷裡的一個水庫，這裡的水資源是1級飲用水資源。幸好這裡安裝了這樣的綠色的護欄，不然的話開車還是非常的心驚膽戰。如果一不小心的話，就一腳油門就可能衝到下面的水庫裡面去了，非常的危險。如果開車技術不是很好的話，建議不要到這個地方來，這裡只有1車寬，而且旁邊山體上面經常都有落石滾落下來，非常危險。尤其是旁邊的樹枝經常刮到車子。如果你們心疼你們的愛車的話，建議不要到這種地方來。我們經常跑這樣的1車寬的山路車子傷痕累累還是非常的心疼哦。我們無人機看到的房子就在這個山谷裡面。現在我們徒步沿着這樣的盤山路往前走，旁邊的這個水庫一直是設置了這樣的鐵絲網。我們開車過來的時候有這個鐵絲網保護，還是減少了不少的恐懼感。你看道路旁邊這種果子，赤天茄。是的，這是我們在很多地方都見到過。這種赤天茄有毒，但是呢，它對於中醫來講呢，這個又是一種中草藥，它對於緩解牙痛有非常好的效果。不過要遵醫囑使用，不能自己擅自使用這種中草藥。你們別小看這樣的一條路我們剛剛開車過來都碰到了幾個人，又是騎摩托車又是開小車的，還給他們讓行。在這裡呢，要讓行確實非常的麻煩，偶爾有個別可以讓行的路段。到了這裡面看上去還是比較空曠，這裡以前還有人在這裡種了芭蕉樹。這裡是碎石泥巴路。又是漫山遍野的竹子，我估計這裡面來這裡面玩的人肯定是也很多，離房子的距離應該只有接近1公里左右吧。旁邊這裡是砍伐的竹子堆放在這裡。像走這種路只有一些
底盤比較高的越野車或者是 SUV 的車才能通行。像刚刚我们会车的那辆小汽车，底盘很低，不知道它怎麼走的這條路。它剛剛也是從山裡面出去的。現在是下午3點多鐘，我們要趕在4點半之前要出山，不然的話，冬季天黑的比較早，像走這樣的盤山公路啊，還是比較危險。看上去是人工砍伐的竹子。這裡還種了蠻多的芭蕉樹啊，不過現在基本上是廢棄了，沒有人打理。是不是有人在砍竹子啊？啊，是的。啊，对，上面是有人在砍竹子。哎，山上有人嗎？你好，山上有人嗎？哦，呵呵，你好，我們是来這裡玩的。啊，請問你是在上面砍竹子嗎？哦，你們以前是住在這山裡面的人嗎？哦，現在這山裡還有人住嗎？沒有了。沒有了呀。好像是看上去是一位大哥呀。就你一個人吶？哇，一個人在這山裡面，你不怕喲？以前你也是住在這山裡面嗎？現在沒在這上面住了。哦，我剛剛無人機發現這裡面還有一棟房子，是不是啊？啊，對對。現在有人住嗎？沒人住。沒人住啊？他為什麼有一棟房子呢？是什麼人住在這裡以前呢？一個單身的。哦，一個單身的人住在這裡。啊，今年死了。哦，就今年去世了，就荒廢了這棟房屋。呵呵。你這個竹子砍完之後怎麼運下去啊？車子運。啊，開那個拖拉機可以運下去。這以前這個山裡面是一個村落嗎？還是以前住了好多人？一個村。一個村啊，在這個山頂上啊。哇，你看以前的路就有這麼寬嗎？還沒有這麼寬。還沒有這麼寬，這是後期開挖的。這些芭蕉樹我看到這一路上好多喲，是你們以前在這裡種植的嗎？是的。哦，現在這些芭蕉還結果子嗎？不結。不結了。變種了。啊，已經變種了，已經純粹變成野生的了。我看了好像是廢棄了有蠻久的感覺，現在都這裡沒有人了。只有4、5年。哦，這個單身的這位叔叔吧，他在這裡住了多少年呢？住了5、60年了。他住了5、60年了，他年紀有多大呀？5、60。生下來就在這裡是。哦，這裡還停了一輛車子啊。這是我的。這是你的車子哦。哦，我剛剛試了无人機看到這裡是有輛車子，那個房子是不是在那前面？哦，在那前面是吧？哦，平時就是你來這邊砍一下樹。這裡山上也就只有竹子吧？還有其他樹可以有用的樹嗎？沙樹，只有沙樹和竹子。哇，你這個小車子底盤這麼低哦，然後這個路還是不是很好走哎。呵呵。以前你們住在這裡，以前這個村落有多少人住在這裡啊？200多人。就這個山上有200多人住啊？200多人啊。哇塞，那後面就幾十年了，廢棄了幾十年了。包括這個單身的這位叔叔，他也是以前也是這山裡面村裡面的人。對。
就只有他一人獨守在這裡面了。他不走。就是。哦，他不去，他喜歡住在這上面。嗯。好了，謝謝啊，大哥交流了一下。他也是開着小車過來砍竹子的。現在他要回去了，我們現在沿着這條路繼續往前面那棟房子那裡去看一看。他告訴我，房子就在前面。這個地方看起來是一塊菜地，不過現在也已經荒廢了。剛剛這位大哥說，裡面以前住了一個單身的叔叔，60多歲，今年去世了。所以說，我們要是早一點過來，可能都能夠碰到這位叔叔了。以前這個村裡住了200多人，後面全部都搬離了這座大山，只有這位叔叔一人獨守在這個山裡面。這條路看起來也不是很荒蕪，因為畢竟那位叔叔今年才過世的，所以也才荒廢了不到半年。可能再過1、2年，這裡就完全沒有人行走了。在鏡頭前面，這裡看到了架設的電線桿，不過上面已經沒有電線了，廢棄了。因為這上面已經完全沒有人在這裡居住了。你看下面的土地比較開闊了，應該是他以前的田地。是的，以前這個村裡面住了200多人，那麼這些土地肯定是當地村民的，只是後來山上的村民都搬到了山下去了，那麼他們的土地呢，也就荒廢在這裡了。以前路還沒有這麼寬，現在呢，勉強還能夠開車通行。像這個山上啊，他們砍伐的竹子、沙樹啊，都必須通過貨車運出去。這裡又碰到一個3岔路口，對不對？這條路看起來很荒蕪。往右邊走。以我們探山的經驗，應該繼續往這條路。無人機剛剛飛得有點高，所以沒法判斷，所以我們只能憑感覺走了。因為這條路看上去啊比較乾淨，路上的雜草不是很多。我們要加快步伐，我們要趕在天黑之前上下山。看來我們的判断沒錯了，前面我就可以看到房子了。是的，我們經常來這個山裡面啊，所以還是跑出了一些經驗。你想，以前這裡住了100-200號人，是什麼概念呢？這個村呢，以前是非常熱鬧的。我們走到這個位置啊，發現這個電線桿的電線都剪斷了。所以已經停止使用了。這裡，現在我鏡頭前的這個磚房看上去是後期新修的，可能是當地的五保戶，因為他一直是單身，所以可能當地政府啊
給他的一個資助，給他修建的這棟房屋。門前呢，還架了一個衛星天線，接收電視信號，在這山裡呢，好打發時間，看看電視。這個房子看上去新修了沒有多少年。剛剛這位砍竹子的這位大哥告訴我，他在這裡住了50-60年了，也就是一直住在這裡面。可能他以前的房屋是那種泥土房，那麼年代久了，可能就坍塌了。那麼重新給他修建的這種水泥磚房，上面還安裝了太陽能電板。外面大門緊鎖，進不去了，裡面已經關起來了。看上去有車子開過來嘞，就剛剛那個摩托車的。哦，剛剛我們在水庫那個位置碰到的這位年輕人，哦，他還帶了好幾個車友哎，一起進來的嘞。看來這裡面還是這些探險的人吶，經常光顧的地方啊。不知道它這裡的水源在哪個位置，電已經完全切斷了。現在是冬季了，這個池塘裡面的水呢也不多，基本上快乾涸了。以前這位叔叔在這裡的時候，可能還對周邊經常打理，但是已經過世了接近半年了，所以這裡呢也估計沒有多久就要荒廢了，完全沒有人打理了。曾經熱鬧的古村落，如今變得非常的落寞。這個山谷裡唯一的這棟房子的主人，在今年也離開了這個世界。果然，只有人居住的地方才會充滿生機，一旦人去樓空，就會變得非常的荒涼。這個地方，我相信要不了幾年就會廢棄。好啦，今天的視頻就給大家分享到這裡啦，感謝大家的收看，我們下期視頻再見，拜拜。